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挣娃娃钱？小姨，一会儿你见到那个乡巴佬，你作为长辈，你就说你不同意，要求退婚。你别着急嘛，先看看人家长什么样啊，好歹是个大学生小鲜肉，万一入不了你眼，能入我眼的。小姨，请问谁是赵宇？你是鬼吗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我就是赵瑶，谁呀你？我是你的未婚夫，凡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我的男人是要有吴彦祖的颜值，马爸爸的财富，就你一个剧组回来的跑龙套啊，跑龙套。难道不是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退婚。9天圣女追我都没同意，就凭你这么一只母蚂蚁还想跟我对？要不是因为这婚事是我爷爷的临终遗愿，我才懒得见。你竟然敢说我赵雨瑶是母蚂蚁！好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小鲜肉虽然打扮的很怪异，不过长得还挺标致的。这乡下人嘛，不会说话，也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小姨，你能不能别发骚了？我看这家伙不光嘴臭，他脑子也有问题。你看他连个车都没有，还跑来这荒郊野外的地方让我们来接，他难道不知道大学下午要报到吗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用你们接呀。不用我们接，那你怎么回去啊？赶时间的话就时空穿越，不赶的话就御剑飞行。时空穿越，御剑飞行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呀？这桃花山离学校可是有60公里，既然你嘴硬，那我们就来比。你若是能够比我先到，这婚约我可以不退；但若是不能，那你现在就去找我爸要求退婚。好。你说你好端端的，装什么装呢？这下有缘无分了吧？老伙计，高德地图为您导航，目的地朔州学院。怎么又有一颗流星？暗夜兵团，你们好大的狗胆！连龙殿殿主都敢动，你们当真不怕死吗？死！我看你怕是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局面了。保护殿主！我们速度过快，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。什么情况？速度太快，导航加载不出来了？咦，怎么有2群蚂蚁在打架？算了，去问问朔州学院怎么走。上装武器，不好！开炮！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朔州学院怎么走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踏虚空，仙人！教主，怎么办？先把对面解决了。我手机，不至于吧？我就问个路而已。奶奶的！我就这么一件衣服被你们给我轰得稀碎，你们这群该死的蝼蚁！自求多福，别被吃了。小的龙丹殿主，拜见仙人！拜见仙人！仙人，你们在侮辱我吗？那我应该叫您仙帝还是仙长？仙尊，你连给我擦马桶的资格都没有，我乃圣人。去，给我备件衣服，开学要迟到了。圣人，开学？少废话，快去给备衣。是。啊，原来在这儿。我有急事，先告辞了。穿越时空。吃了这么多灵丹妙药，还是地球上的垃圾食品好吃。小姨，那个臭乡巴佬可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估计他现在跟哪个野地别走的都汗流浃背的了。那可不，哪能像我们现在这么悠闲？
我估计他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哎，小不老，小不老！我靠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已经到半个小时了，中途飞过，顺便换了身衣服。我可是一路狂飙，一刻都没歇着，你半个小时还换了身衣服。对啊，你该不会是抄小路坐别人车来的吧？难怪呢。臭乡巴佬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赌约不算，我还是要跟你退婚。那不行，我妈交代过，这是我爷爷的临终遗嘱，让我千万不能黄。你妈她简直是白日做梦，痴心妄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臭乡巴佬，你还想跟我动手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斗志力3段，我捏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实力3段，连我家的狗你都打不死。哎呀，冷静点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这不摆明着欺负他吗？也是，打这个乡巴佬还脏了我的手。麻烦你俩别逗我笑了好吗？跟你计较，倒显得我这个人挺没品位的。准备继续，走。也太小了。快看，龙殿少主和彪次少主来了。龙殿少主和咱们在一个班，咱们可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只有一个变态乡巴佬就已经够晦气了，没想到又来了个花花公子。他也配跟我相提并论？就你，一个井底之蛙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家虽说是花花公子，但比你强10000倍。人家爹可是宿州的天长。对这种蝼蚁不感兴趣。你，看来那就是赵家小姐赵雨瑶。听说赵家有一颗祖传的混天丹，能够让人连续提升3段斗力。因赵家是独女，这颗丹是留给未来女婿，这不就是我？哎，赵小姐旁边这人谁呀？为何所有人都一脸崇拜的看向我，这家伙却敢无视我？赵雨瑶，赵小姐是吧？少主大人，您认识我？我们龙殿对你们赵家早有耳闻，我父亲龙殿主对赵小姐也是认可有加，一直把赵小姐当做儿媳妇的最佳人选。不知赵小姐是否愿意嫁入龙殿？这花花公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性，现在居然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。少主大人，我何德何能嫁入你们龙殿？就凭我对赵小姐一见倾心，再加上赵小姐这天姿国色，完全有资格成为我的少夫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少主大人，我有婚约在身，我们之间恐怕有缘无分了。婚约和谁呀？和我。赵小姐竟然跟你这毛头小子有婚约，赵小姐，你父母怕是疯了吧？少主大人，婚约乃是父母之间的荒唐之举，我不认可，也不接受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好办，赵小姐放心，这事交给我。我说教官，咱们还军训吗？怎么有动物过来发情求偶了？是拍动物世界吗？这小子找死吗？竟敢暗讽龙殿少主！完了完了，这配的第一篇可是一个同学。你敢骂本店主是动物？臭孽，充其量就是个昆虫。你，那个少主大人请息怒啊，借一步说话。你在公众场合动粗，影响咱们龙殿呀！你这样先到旁边休息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啊。哼。其他人准备军训啊。他为什么不用军训呢？你说龙殿少主吗？对啊，凡是能将悬铅球扔出15米远的，都可以不用军训。龙殿少主毫无疑义，你行？我肯定行。你说什么？你行？那悬铅球可是普通铅球重量3倍，普通人能拿起来都不错了。就你还想扔15米？你可别逗我了。小乡巴佬，你别自不量力了。这龙殿少主可是有超强的斗力，是你遥不可及的存在，你就别自取其辱了。他有斗力，我有蛮力，我怕什么？乡野蛮夫，居然敢跟我们少主大人比，你配吗你？没想到你这小子嘴还挺硬。
竟敢跟本店主叫嚣切磋，那本店主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你若是做不到，就主动取消婚约，并且学狗一样，围着这操场给我转20圈。我若赢了呢？赢了，那我也忙。这乡巴佬脑子里装的是屎吗？算了，毕竟婚约还在，放他一下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看在咱们老一辈是朋友的份上，你求求我，我帮你和少主大人说2句好话，放开。我用你给我说好话，球拿来。雨瑶，你快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小姨，我刚刚可是已经给他台阶下了，是他自己非要装，那就让他尝一尝这大千世界的水到底有多深。不愧是龙殿少主，如此重的玄铁球拿在手里竟这般云淡风轻。小子，人是分3、6、9的，待会儿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差劲。天哪，这至少得有20米吧？厉害呀！随便一扔就把硕中10元保持10米的距离19米给破了，不愧是龙殿少主啊！哇，这是你扔的？对啊，你怎么扔的？这边。刚才我只是给他打个样，根本没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再说，你们也没关注他是怎么扔的，肯定是作弊。接下来比赛才算真正的开始，给我把他给我盯住了。是。是龙殿少主上东真阁的脸，我已经能感受到他体内的斗力在向外膨胀。各位，可千万别急，因为接下来这一扔会很乱。哇！这得有50米吧？这肯定50米！玄千球能扔出50米，这什么概念？各位，还有必要？这还比个嘚儿啊比？不是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并没有在比赛有必要。我宣布，你宣布个屁！我扔了吗？你小的时候连比啊！黄哥老，你赶紧给少主大人道个歉，这样说不定他还能放过你。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2字。现在还有投降的必要吗？球呢？是不是让你吞下来了？现在呢？哎，你干什么把我赢了你？安静！本教官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地上只有龙殿少主的玄天球，而没有这小子，所以这一次的比赛结果是龙殿少主胜。你有病啊！我的球在天上呢，你怎么能宣布他赢呢？那我只看到地上的球。没错，跟本少主斗，你得拿出真正的实力啊！跟我玩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没用，所以兑现合约吧。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，臭小不老。雨瑶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大姨妈来了，对不对？此时此刻你需要这个。你从哪儿掏出来的？身为你的未婚夫，为你排忧解难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来例假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为你专门准备了红糖水。天呐，雨瑶，他好贴心啊！谁稀罕他这些破玩意？
你别嘴硬啊！你这么不舒服，赶紧把红糖水喝下去。来，我不喝。来嘛，喝2口。小姨，这个真神奇，肚子不疼了，真的啊？你看我没有骗你吧？还有啊，大姨妈来了就别军训了。小姨，带她去休息会吧。谢了。这2样东西一共多少钱？我双倍给你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！谁跟你是老夫老妻？好了，雨瑶，少说2句。我们去休息。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算老几？说让人休息就让人休息啊！你是教官还是我是教官？我告诉你，只有龙殿少女这种创造过记录的人才有这种特权。你配吗？那我想知道，像我们这种没有特权的普通人，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不军训？除非天上下雨，不过今天风和日丽的，你也就别想下雨是吧？哇，真的下雨了！天哪，现在下雨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！这都能被撞上，又被这小子撞到了。下雨了，可以不用军训了。休息啊！不是，这伞你哪儿来的？因为我知道要下雨啊，为你今天准备的。都过去给我集合，继续军训。好小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快！这位同学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气质不错，我要单独测试一下你的能力。你不是说下雨不用军训吗？下雨怎么了？就算是下旋铅球，也得给老子军训。旋铅球什么意思？你不会真的傻到以为会下旋铅？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谁干的？给我站出来！本级教官，这次算我赢了吧？这是你刚才扔的那颗，不然呢？都愣着干嘛？赶紧叫救护车呀！这教官触犯天怒，依我看，军训就结束吧。散了吧。走。哎妈，你跟雨瑶应该见面了吧？啊，小姨，你说这天上下雪、下雨、下冰雹的，就是没见过下铅球啊！该不会因为这教官太狂了，得罪了天神，触犯了天怒吧？我现在呀，在赵家谈你俩的婚事，你看你俩能过来一趟吗？我这就带雨瑶过来。哎，我妈在你家商讨咱们俩结婚的事情，让我带你回去一趟。说你妈有病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结婚了？就你那2样破东西，也想俘获本小姐的芳心吗？本小姐有那么廉价吗？你我有婚约在身呢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把它给撕碎。哎，雨瑶，你冷静点儿。小江八老，要不考虑解个愿呢？我这个人呢，如均沾不挑食。可我跟雨瑶的婚事是我爷爷的遗嘱，所以等我先处理完它再考虑。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。行，走吧，坐我车，我载你过去。还是自己过去吧，有点慢。保时捷会慢吗？看来我得亲自前往赵家，上门提亲。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赵家有多大的胆子，敢与龙殿作。小姨，什么他嫌保时捷太慢？我看那个臭乡巴佬，他分明就是自卑了，还怕我跟他退婚，他不敢面对。你说是不是，小姨？你们也太慢了吧，等得我都睡着了。你等我们做什么？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整整齐齐，而且我答应过我妈要跟你一起回来的。谁跟你是一家人了？我现在就进去把你这个异想中的家给拆了。哇，今天家里这么多人，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咱俩的婚事怎么喜事？儿子，妈，儿子，妈，
妈，没想到1000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好看。小兔崽子，是不是有病？才1天没见，什么1000年？哎，你过来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是不是我跟宇瑶的婚事定了？我看今天这么多人，都是女方的亲戚吧？什么女方的亲戚？这些都是蜀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全是为了龙殿而来的。龙殿？妈对不住你呀，是妈没有用呀。刚才呀跟雨瑶他爸聊得好好的，结果龙殿打了一个定亲电话，雨瑶他爸出尔反尔了。你爷爷当年定下来这桩婚事，这是黄了。不是那怎么行？白纸黑字定下的婚事说黄就黄了，而且我跟雨瑶的婚事是爷爷的临终遗愿。不行，我爸是谁？我跟他说去。哎呀，咱们还是认命吧。堂堂龙殿，岂是咱们普通家庭能够抗衡？咱们还是走吧。妈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就是他们的天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是会嫁给龙殿少主的。不行，你能加入龙殿，那是上天给我赵家的一次机缘，这事我说了算。这事恐怕你说的不算。谁呀？我是雨瑶的未婚夫，完。哎呀，儿子，咱们别无理取闹了，赶紧走吧。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能叫无理取闹吗？我们有理有据，这婚事是当年定下的，现在要谈婚论嫁，你一通电话就想把我给踹，你们赵家也太嚣张跋扈了吧！没想到当年的小崽子，如今都长这么大了。如果直接毁婚踹掉，是有损我赵家的声誉。但这小子从小到大都平平无奇，我甚至连他身上一丝战斗力都感觉不到。那就把事干得漂亮点吧。楚凡是吧？对，当年家父的确和你爷爷定下了雨瑶的婚姻，两位老者也都是当年的斗力强者。可如今到了这一代，雨瑶年纪轻轻的便已经是斗之力3段强者，而你，我丝毫感觉不到你身上有半点斗力的存在，所以这天之娇女和凡夫俗子恐怕有些不相配了。小凡和他爹的确是没有继承他爷爷的衣钵，所以我们主动退出这场婚约。妈，这斗之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一口一个斗力斗力。小子，我来告诉你，什么叫做斗之力。参见龙殿少主。少主大人，我儿子他从小就没有斗力，从未接触过能人，玷污了你们这些斗力强者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怪罪呀！怪罪？你儿子在学校的狂到没边儿，还不能骑在本少主头上撒尿，你还让我不要怪罪？小凡，你是不是得罪了少主殿下？妈，我怎么会呢？只不过这个少主殿下光天化日强抢我的未婚妻，我是保护的爱人啊。我堂堂龙殿少主怎么可能强抢？我那是公开示爱。再说赵家主也言血表明，雨瑶只被强者所爱，岂是你这帮蝼蚁就可以臆想？来，睁大狗眼好好看，什么叫做斗之力？这墨镜，相反了，这你都不知道，此乃紫金石刃，是用来测石头锻炼的神石。雨瑶许久未测了吧？来，让为父看看你的斗之力是否有长进。斗之力竟然达到了3.5段，不愧是我赵国海的女儿。没想到这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，斗之力竟然提高了0.5段。他目前这个年龄，哎呀，前途无量啊！知道龙殿少主这一拳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哦？既然众人期待，那本少主就献上。我的老天爷，斗之力6段，什么概念？少主，你爹龙殿主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都没有如此天赋，太恐怖了！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已经达到了斗之力6段。不愧是龙殿的少主，玉瑶能嫁给你，我赵家倍感荣幸。这就荣幸了，我都还没打呢。你也要打，你就不怕把你这手给打骨了？再说了啊，咱们可明确表示，
没人陪你这标。咱们就别哗众取宠，大不了我回家给你爷爷上几炷香，我相信他会理解咱们的。妈，我是不是废物，有没有斗力要试才，咱们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呀。好像也对，这要是测了，你这废物的名号岂不是实至名归了？不然这外界说我龙殿少主仗势欺人，那可就不好听。你就别丢人了。算了，测吧，不然店想要。这东西怎么测？打一拳是不是？张阁老，如果我没提醒你，若是没有斗笠的人击打紫金石，说不定会被反噬重创。反噬重创？那这什么情况？我天哪！少主大人有异装癖，喜欢穿女人的裤衩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！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？快倒逼！你们等着！看什么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紫金石可是神石，你竟然轻松的就把它给打碎了。没错，而且大家刚才看到没有？这上面出现了好多个九，不断滚动叠加，这得有几万成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纵观我整个大夏，目前斗力最强的便是昆仑之巅九泉门的少主，那也只是到达了9段，目前还尚未有人突破10段。九泉门少主我知道，这不是雨瑶最崇拜的人之一吗？刚不过才9段，那这么多个九，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。各位，刚才我奋力一拳，这紫金石很明显是承受不住了压力，应该是出现了裂痕，恰巧又遇到了没有斗力的人来参加测试，这紫金石直接产生了混乱爆炸。本少主以一人之力吸收了所有的爆炸威力，才保全了众人，所以我们才毫发无伤。不愧是龙殿少主，真是舍身为民，让人敬仰啊！刁民，损坏紫金石不说，害得我们少主受伤还丢脸，该当何罪？各位，我儿子他浑然不知，专属无心之举，求各位大人有大量放他一马吧。我可以放，不过咱得解除婚约，并且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。我可以大发慈悲的放你。婚约我们可以解除，但跪的话，我替我儿子跪吧。我管教无方，才酿此大祸，所以罪过在我，我来跪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居然还敢跟我们少主讨价还价！哎，就让他跪，看着自己的母亲无能的跪下，这不更能彰显他自己是个窝囊废？请放。够了！少主大人，阿姨这个年纪，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你就没有母亲吗？孩子犯错，父母买单也是很正常。赵小姐，没事儿的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无所谓的。你无所谓，我有所谓。反正也是异装癖，何来的出手？我不是异装癖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本少主只是今早出门赶时间，给佣人送错了衣服。是吗？不是昨晚泡妞穿错了裤衩？你闭嘴！让少主丢脸就已经是大罪了，你现在还敢肆意抹黑我们少主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我明明是实事求是，何来的抹黑？好小子，不知死活，还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损害我龙殿声誉，将其拿下！是。贺彪，渣男禽兽王八蛋！说好今生只爱我一个人了吗？不是答应我娶我进龙殿吗？现在跟其他女人在求婚。现在不应该出现在飞机上吗？我亲自送你上的飞机。
我问你，那个到底是谁？我算是明白了，跟踪我。那好，我也不装了，这个是赵家的大小姐，只有这样风采绝貌的女子才能嫁入我们店，而你不只是玩玩而已。你们两个，哎，造反是吧？我可是龙殿少主，敢在我面前造反，我打的就是龙殿少主。知道说着，本少主可是斗智力6段，就凭你，哎，斗智力6段时的龙殿少主，这次让人道歉，真是欠的。这你们疯了吧？竟敢打龙殿少主！这究竟是何高人？竟然能够吊打斗力6段的强者，而且我丝毫感受不到他体内不知的烙印。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啊！少主，谁？没人啊！不可能，这刚卖出去的，这才会飞，哪能这么快？起来！这些东西怎么会掉到地上？我刚刚不是明明在化妆吗？而且手还有点火辣辣的疼。你们两个马上回去安排人，全城抓捕！去！不好意思啊，龙殿少主。不，原来您不是一张皮，只是穿错了裤衩。可穿错裤衩，没必要把你往死里打。你给我闭嘴！刚才我只是掉以轻心，斗之力都未完全使用，被他偷袭了而已。堂堂龙殿少主都能被偷袭，那别人要偷袭雨瑶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既然少主大人有自己的真爱，那就放过小女子。我可不想被人堵在街上，还不歇菜。我看谁敢！大小姐，刚才只是一个误会，你也知道，追求我的人太多了。不过这些人都入不了我的法眼，能嫁入龙殿的，只有赵小姐你这样风华绝代的女子。对不起啊，少主大人，这恐怕我不能胜。你是说，你们赵家是拒绝了我们龙殿的提亲？对，你们不敢出，我们怎么敢拒绝呢？哎呀，雨瑶，少主大人乃是朔州的公众人物，有很多追求者，那也是很正常。二人结了婚，边就把心给收了。哎，这点小事不用放在心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的是那种洁身自好、内心纯洁的盖世英雄，根本就不是他那种。你说我了吧？你怎么？我现在还是处男呢，不算是洁身自好、内心纯洁？就你这种啊，充其量也就是属于没人要。什么洁身自好、盖世英雄，你更是沾不着一点点。我没人要。行了吧，小子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说谁会要一个一无是处的乡巴佬呢？先复习一下，必须得把浑元丹搞出来。赵小姐，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从前呢是跟一些追求者暧昧有心，不过你放心，从今日起，我发誓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出现，并且我们龙殿以最高的礼物向你们赵家提亲。龙殿夫人先施彩礼，当我赵家提亲。雨瑶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速速上前迎接？妈，不知龙殿夫人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恭迎殿主夫人。妈，我爸龙殿主他怎么一起来呀？你爸有要紧事儿，偶遇了一位仙人下凡，正在四处寻找，
仙人下凡被我爸给偶遇到了，那可真是天佑我龙殿呀！超越九泉门，那指日可待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认识这个什么所谓的龙殿夫人吧？妈不认识。小凡，这边咱们什么事了？咱们回去吧。站住！本少主让你拿走。这还真巧啊！这不是当年我那校花同桌江氏，听说一毕业找个就窝囊废，从此销声匿迹了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。店主夫人好，言语，不知江小花今天在此有何贵干呢？店主夫人就不要洗刷我了，我这个人老珠黄的中年妇女，哪能当什么校花呀？其实我今天来是找赵家主商量点事儿。江小花，你就别再谦虚了。想当年，谁不知道你是大家公认的校花？哎呀，全校的男生啊，都对你心生爱慕，哪像我们这些丑小鸭呀？哦，对，你商量什么事儿啊？用不用我这老同学帮你出面呢？不用不用，我们就是来商量退婚的事。啊，我来之前呢，就听说赵家小姐有婚约，原来是跟你家有婚约呀。这两个小子真是的，怎么这么巧，喜欢上同一个姑娘了？没事儿，我们已经退婚了。这晚辈的婚姻幸福啊，真的是我们当长辈的头等大事。江小花既然敢来赵家提亲，这想必彩礼也带了不少吧？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准备了不少彩礼？这家伙不是明摆着让自己出丑吗？想倾家荡产准备彩礼，对龙殿来说那是九牛一毛啊！相比呢，怎么比不过龙殿呢？妈，我的婚礼彩礼我自己给，不像某些没用的东西，彩礼只能靠家人。你小子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指桑骂槐呀？这些就是我家的实力，你家有吗？一个连婚都没沾过的毛头小子，大学里面估计也是助学代表，在我们龙殿面前装成什么？行了，儿子，既然江小花的种如此有志气，我反倒好奇她能拿出什么样的彩礼，闪瞎众人的眼呢？不管你们龙殿拿出多少彩礼，我都会多10。不，10倍有点少，准确的说，1000倍。1000倍强！艾总，妈妈求你了！哎呀，楚凡，你可要高兴了，龙殿送来的可是10亿彩礼，你知道10亿的意思为什么？喂，你只要是能给我赵家带过来万亿彩礼，玉瑶，我给你扛到楚家去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他神志不清，你也神志不清。就是多大，脚趾头也能想得到啊！他拿得出万亿吗？好一个龙殿价值10亿的彩礼，钱呢？该不会就用嘴说吧？你以为我们龙殿像你小子一样玩虚头巴脑的东西？龙殿的10亿，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，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。鎏金龙凤玉佩，价值1800。这怎么看也不像玉佩啊，倒是有点像。这哪里叫像？这分明就是啊！哎呀，我说你们龙殿好阔绰呀，花1800万买这么一盒东西，它是月球产的啊？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准备彩礼仓促了，肯定是下人们搞错了。放心，以后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奇珍异宝。一点小插曲而已啊，无伤大雅。接下来这个可就狠了，南山矿区开采合同，价值3个亿。南山矿区合同都送，怎么会给龙殿大手笔？看好了。哎呦，我说你们龙殿在搞什么？
先是一盒避孕套，又是送一件情趣内衣，是何居心？少店主，我知道你玩的花可也不能如此急不可耐呀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妈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龙店的人吹牛真是张口就来，这两样东西加起来也不过100块，还要10个亿，糊弄谁呢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群没用的家伙，我不是给了你们彩礼清单了吗？干了什么？我们完全按照你吩咐的去做了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哎呀，这晚辈的婚姻幸福是做父母的头等大事，见过坑父母的，没见过坑儿子的。怎么？那不是你亲生的？你竟敢羞辱抹黑龙店！抹黑？这事实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，何来抹黑啊？信了。这是骨灰盒。我说店主夫人，你这么做可有点太不尊重人了。你说你之前送那2样东西给我爸，这自古以来，亲，哪有送骨灰盒的？万一这骨灰盒是千年的紫檀老木做的呢？放屁！那就是万年紫檀木打造的也不行。这历朝历代这都没有这个规矩。您消消气儿，别生气，这还有3个没掀开呢，肯定是价值连城。这样，我帮你掀开去。滚开！这些东西肯定是被人调包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？把这东西给我滚！赶紧给我查清楚这事谁干的！滚！龙店的彩礼都敢调包啊？到底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？敢与龙店作对？浪子太大。你瞅我干嘛？你该不会觉得是我干的吧？亮你也没那么大的胆子，敢调包我龙店的东西。我只是想问，你的彩礼，除去那骨灰盒不算，剩下的2样东西在拼夕夕上买，最多也就70、80。我洒脱一点，给你按100块，100的1000倍就是10万。妈，这10万块彩礼对咱们家来说不过分吧？什么意思？我堂堂龙店上门提亲，彩礼才100块。哎，是70、80，100块是我给你凑的。我再重申一次，刚才的彩礼被人调包了。我们龙店的彩礼就是10亿，而且随时都能拿出来。至于你的1000倍、万亿，少一个镜都不行。就给你1分钟时间拿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就算龙店的彩礼出了一点点小差别，但龙店终究是龙店，岂是什么无知鼠辈能够挑衅得了？我想赵家小姐别憎恶那些口若悬河、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。没错，我确实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、口出狂言的人。这人有多大小就穿多大小，重脸充胖子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只有谩骂跟侮辱。区万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？只要我拿出此物，所有的钱在我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这就是彩礼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就这小东西能值万亿？儿子，妈知道你从小要强，但是你也不能把大伙当傻子呀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从小就喜欢搞科研，研究生物发明。这是我偷偷研发的返老还童丹，吃一颗便可永葆青春。您想想，此药一经问世，有多少人想永葆18岁？到时候区万亿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长生不老丹呀！这世界上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无法攻破的难题，被你给演示出来。你以为你是神呢？神不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。楚凡呀，你现在神志完全不清了。我知道龙殿的踏入对你的影响很大，当然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。这样吧，我自掏腰包拿点钱，你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看脑子。看来这赵家主也是一个出尔反尔之人。我出尔反尔？您说了，只要我拿出这万亿彩礼，您就把他扛到我家去。我是说过，但是前提你的万亿彩礼呢？吃了它，年轻人可永葆青春，年迈者可返老还童，容光焕发。你是在搞笑的吧？你赶紧去医院看看脑子吧，让我吃它，做梦！我给你机会，你可不中用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搞
告诉你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二字。好，妈，我很好奇，您当年上学时校花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时候还没有你呢。现在有机会了，只要您吃下它，我就可以看到您校花的样子。您相信我吗？妈相信你，但是你答应妈，妈把这药吃了，然后咱们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真吃呀？这不怕给自己儿子给毒死？真的是返老还童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就变成了18岁的模样？神医，你看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变成妙龄少女，简直 amazing！ 儿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摸了，妈，都是真的。没想到您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看，感谢您把最好的青春都挥洒在我成长的道路上，这是儿子对您的补偿。谢谢你，儿子。好了，妈，您护了我一辈子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也该我护您了。我妈始终胜天半子，压人。你是龙殿的夫人又如何？还不是人老珠黄的中年妇女？你那一声声的江校花，叫你理所当然。你还以为我开价再贵我都要。好啊，1万，一手交钱，交货。啊！1万1，你咋不去抢啊？是你妈亲口说的，再贵都可以买。堂堂龙殿连1万1都拿不出来，你不过1万1的定价也太高了吧？这世上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啊？1万1的定价只是针对龙殿，至于我认识的人对我好，我可以白送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给我，不要钱。还收您的钱，岂不是太见外了？真的太好了！以后你就是我偶像恩人，盖世英雄。你让我干嘛，我就干嘛。那个不好意思，能不能也给我一个？一个什么？就是我小姨手里那个拥抱青春的药。哦，这个呀，我刚才给你了，你说你不要，我说你别后悔，你说你字典里没有后悔2个字。可是我现在后悔了，不行吗？晚了。好你个初犯，你越指望我嫁给你，那可由不得你。你爸可说了，只要我拿出1万1的彩礼，扛到赵家主，怎么样？够不够1万1啊？值，肯定值。话说这贤婿啊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？我也想看看我当年风流倜傥的样子。那真是不好意思，目前只有2个，想要的话呢，得等等。只2个。楚大帅哥，我觉得我可能暂时还不那么需要，要不你先帮我保管吧。去把这药给我抢过来，这个人给我抓起来，严刑拷打，逼出这长生不老药的秘方。只要有了这个秘方，到时候我龙殿必将屹立在整个大夏之巅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懒得装了。赵家主，顺带把浑元丹交出。只要我吃了浑元丹，斗力连升3等，到时也就举九玄门少的病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朗朗乾坤，强取豪夺，就是你们龙殿的所作所为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到时候我龙殿只会站在金字塔顶端，众人也只会仰慕我龙殿的强大，而不会好奇我们脚下踩的是什么。试问一下诸位，你们好奇？
的斗志力只有3段，完全不是何彪的对手。怕什么？不还有我这个未婚夫呢吗？那怎么行？你连斗笠都没有的人，你在这儿逞什么能？快走！对，快点走吧。我早就看你小子不顺眼了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。天雷拳，这一上来就是龙殿必杀技，那看来少主大人真没打算留我管。快走！还不走？走啊！不是，这东西长生不老药我都做得出来，做这么个玩意儿难吗？继续。你以为我心里这个东西是真假吗？啊？跪下！死哪去了？赶紧来赵家，儿子出事了！跪下！我可是龙殿少主，我对我开枪，我不开枪也是个死，开了枪还能拿你没背？跪！别！我跪！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只要你今天放过我，我发誓，这件事情我既不交你。跪！放了你没问题，但你们龙殿今天所作所为，让我跟我的亲家特别的不爽。这样，你只要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找你一条狗。你算了，这可是龙殿的少主，没有这句话，黑龙做的无法挽回的余地。无法挽回。若不是我拿了这把枪，今天躺在地上就是我早就看你不爽。妈，救我呀妈！不要！救我呀妈！不要！这怎么是标水枪？那刚才那声枪响又是怎么回事？你敢拿标水枪戏弄我，我杀了你！饶你一条狗命，就给我还在这里！我已经给你爸打电话了，你爸在赶的路上，到时候一定让这个兔崽子粉身碎骨，替你报仇。走吧，赶紧趁着现在带阿姨走，快点，他们肯定是通知龙殿的人了，你快走，现在就走。对，现在走还来得及，走吧。龙殿殿主莫天帅要为你黑沙道。好啊，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欺负龙殿殿主的妻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你们是怎么死的！你凌迟！爹，当家的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不知道，你儿子不仅被人毒打，还被逼下跪，这可是丢了咱们龙殿的脸呐！啊！再说头，竟然有人敢让我贺谦的儿子下跪，得长几个脑袋！爹，就是这个畜生！爹，怎么了呀，爹？怎么样？天主大人惊吓过度，导致急火攻心，气绝身亡了。堂堂的龙殿殿主，对视的眼睛啊，吐血而亡。放屁！这个世上就没有能让我爹害怕的东西，还惊吓过度。爹，请求道法无边的仙人大慈大悲，救我家店主一命。什么？龙殿6位黑煞之首的冷月教主竟然主动给这小子下跪！他刚刚称呼楚凡为什么道法无边的仙人？6位黑煞集体叩拜仙人，请一定要救救我家大人！天哪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
你黑煞竟然集体给这个家伙下跪，得有多大的实力地位才能配得起这份殊荣？你们都是疯了吧？你刚倒下，你们就密谋造反，这才是我们的敌人，是我接下来要凌迟的对象。你们给他跪什么？对呀，6以上，你们可是店主天生的最忠实的护卫。现在我以龙殿店主夫人的身份命令你们将此人拿下。还有这个病？闭嘴！我现在无比郑重的告诉你们，现在立马跪下，对仙人磕头认错，还来得及。我说冷教人，你不是我爸正，你脑子是疯了？你让我们给他跪下？当家的本来心脏就有问题，现在被这个龙殿的小子给气死了。他死了，我儿子自然就是新店店主。不服从新店主是要造反吗？怎么办，教主？怎么办？当然是听我这个新任店主上，将他给我拿下。新任店主，你也配？怎么不配？我本身就是龙殿的圣人，我爹退位，我自然就是店主，实至名归。你爹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大人，完全不顾及他的死活，一心只想谋权篡位。新任店主，这里你恐怕说的不算。难不成你算？你何德何能来左右我龙殿的事情？凭他能徒手接 RPG， 凭他能将暗夜兵团的人变成蚂蚁。我徒手接 RPG 把人变成蚂蚁？你说的这是魔术师吧？听清楚了，你们自家人都说你是魔法师，冷教主，你确定还要动手？这个女人还真是忠诚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明显是支持她，还不谋权篡位，看来只有隔空传音了。冷教主，不用找，是我在对你隔空传音。龙殿如果让这对母子掌控的话，不知多少黎民百姓将受到欺压。我看冷教主也算是忠诚之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是龙殿殿主，本圣人特意亲旨。诸位，动手！冷教主果然还是誓死效忠于我龙殿。来人，拿下！放开我！这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抓错人了？这个应该是军权篡位吧？你们是疯了吗？让你们把他拿下，叫我干什么？才是龙殿殿主。之前可能是，但从我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，便不是了。现在我是新任龙殿殿主，你竟敢谋权篡位，你觉得众人会信你吗？我儿才是根正苗红的新店主。请你注意与我对话的言辞，我可是圣人亲旨的新任龙殿殿主，不认可者尽管来犯。将这女人也给我拿下！什么狗屁圣人！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放开我！敢辱圣人，找死！拖下去，打入地牢。刚刚这6亿黑煞之首临走之时，为何会突然跟你自个儿？我也莫名其妙，可能是我气死了他们的店主，让他有机会谋权篡位，对我表示感激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就是他口中所谓的仙人啊。我现在不关心那所谓的圣人，我只想知道赵家，你何时扛到我们家来啊？扛过去让人看见多笑话，这贤婿不如带人八抬大轿来迎娶呢。爸，我刚刚看你的表情，可是巴不得把我早点给卖了。谁说过要嫁给他了？可你我有婚约在身，贺彪那个王八蛋已经凉了，你不嫁给我，九玄龙密旨到。我没听错吧？是九玄门吗？是九玄门。不过这远在昆仑之巅的九玄门，怎么会突然来我们朔州赵家呀？朔州赵家赵国海恭迎九玄门密使。不知密使前来何贵干？九玄门少主受天神青睐，实力大涨，早已得道成仙，
如今要化仙成神，必须找一位天命之女。密使，你说什么？九玄门少主既然已经得道成仙，还即将羽化成神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九玄门少主虽然已经是大夏之巅，但斗力只有9段，那必须通过10段以后才能够成为修真者。这修真者还必须经过金丹期、元婴期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才能够得道成仙。密使大人，您说的这些实在是有些难以相信。你认为本九玄门密使在这信口开河揍大家吗？没有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一群井底之蛙！来呀，推紫金石过来。不敢相信啊！大夏居然有人通了斗之力10段，已经达到了修真境界。这算什么？刚才没听说吗？九玄门少主早已得道成仙，马上要化仙成神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难不成这地球上还有高人？不过不应该啊，有高人，我的闪失完全能感应到啊。丝毫没有察觉到，那结果只有一个，这家伙隐藏了神力。叶逍遥，你目前是地球上最有潜力的人，我赐予你这一场造化，这件事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女人拿下。请圣女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前往，绝不会让圣女大人失望。好，退下来。是。好你个处分！拒绝我9天圣女的示爱，原来是追求一凡尘女子。我要让你痛失挚爱，明白得罪我的下场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就连我们的通风报信的都成了修真者，你们还在怀疑九玄门少主成神吗？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斗之力3段，众人眼中的天之娇女，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突飞猛进，见到我心中的偶像。如今看来是无望了。雨瑶，你心中的偶像即将成神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呀。也是，我是应该替他感到高兴。看来九玄门少主是想让我们赵家帮忙寻找少主的天命之女。请密使放心，我赵家定会全力相助。不用，少主的天命之女正是你赵家大小姐赵雨瑶。赵家小姐竟然是九玄门少主的天命之女，这泼天的富贵怎么全交到赵家头上啊？恭喜赵家子直接从朔州名流杀大剑一立大夏之巅。说实话呀，我也是始料未及，始料未及呀。赵小姐，雨瑶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你的偶像送你的礼物，快收下呀！那真的是少主的天命之女？还少主呢，应该叫神尊。你觉得九玄门会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吗？雨瑶，九玄门神尊邀请我们到昆仑之巅参加明日的封神宴，你终于可以近距离见到你的偶像了。见什么偶像啊？既然是神尊的天命之女，那你便是未来的神尊夫人啊！天天搂在一起睡觉，那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没错啊，儿子啊，这可能就是你的命吧，咱得认命啊。妈，您不是从小就教导我说，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人可以跟人斗，怎么跟神斗啊？当我踏入昆仑门，我不杀人，我只杀神。你疯了！我会让你去的。密使大人，这个又是什么宝物啊？哈哈哈哈！这是少主送给赵小姐的见面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九玄门恭送的仙丹，赵小姐，请服下来。雨瑶。赵小姐，请。去。
恭喜赵小姐达到了修真者元婴期水平，我这就告辞了。明日昆仑之巅风神夜叉见。告辞。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能成为修真者，而且还是元婴期。哎，傻丫头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只要你成为了神尊夫人，那今后化仙成神也是指日可待。好了，赶快收拾下东西，即刻赶飞机前往上京。这昆仑之巅就在上京瀑布昆仑山。我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贤婿，你瞧瞧我怎么都把你给忘了。还贤婿呢？赵小姐现在已经是神尊的天命之女了，你再这样喊，就不怕触犯天怒吗？对。哎呀，楚凡你也看见了，我们这实在是天命难违。长生不老药不要了？你还跟我提长生不老药呢？我现在可是进入了修真元婴期，你不知道吗？只要成为修真者，就能够达到永生。就你那个小破东西，我现在也不稀罕。那我能去吗？顺便看看是何方神圣可以做你的偶像，再当着你偶像面把婚给废了。万一你的偶像一开心，再赏我一颗金丹，我也成修仙之人了。就你也配修仙？你一个一点斗力都没有的人。哎呀，雨瑶，你就让他去嘛，毕竟他还答应我们呢。那好吧，小姨，我就大发慈悲带你去一回。不过可说好了，我带你去了，你可得把你这张嘴给我闭上，不然惹怒了众神，把你化为灰烬。好什么好呀！我说过的，你休想去，赶紧跟我回家。我在上京等你们，别太磨叽。不是神经病我他，还大言不惭的说在上京等我们，太讨厌了。儿子呀，你也别怪妈呀，妈知道你的性格，肯定会出事的。你看，你爸也走了，他临走前还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说我连你也失去了，我怎么向他交代呀？交代？那我就把我爸复活，你当面交代了。你瞎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帅哥，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，买束花送给你女朋友呗？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妈，什么女朋友？那你方便把你妈的微信推给我不？臭小子还想当我爸，得亏你跑得快。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免得被人误会了。没想到1000年过去了，这一切还是那么的熟悉。比起9天之上的圣人殿，还是忍不想让小套三让人住的舒服。儿子啊，这是妈妈上大学时候穿的衣服，时隔20多年，也不知道别不别扭。一点也不别扭嘛，在儿子心中，你永远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人。嘴巴真甜。你现在有本事、有出息了，再重新找个女朋友啊，应该不难。我去给你爸上炷香，让他在天之灵保佑保佑你。孩子他爸呀，咱们家孩子现在有本事、有出息了，这辈子啊不愁钱花了。麻烦你保佑保佑他，让他找个心爱之人吧。妈，我还是想回上京去找雨瑶。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她了，喜欢她的刁蛮任性。虽然她嘴毒，说话不好听，可每当我有危险的时候，她总是会护着我。这就是心爱之人的感觉吧。孩子他爸，你听听，你说说，这下半辈子我该怎么活呀？养他那么大，现在却又赶着去送死。你说，万一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该怎么向你交代呀？哎呦，造孽呀！交代，那就当面交代吧。造孽！妈，你转身看看，你后面是谁？哎呀妈呀！哎，你别怕，这是爸，你怕什么？不认识了？老婆，我这是轮回了吗？
么如此清澈亮丽？身体是热的，你不是鬼。妈，怎么可能是鬼呢？是我用起死回生术把爸给带回来了。起死回生术？没错，我就是他们龙殿口中的圣人仙人。正是因为我支持他，才能肆无忌惮的谋权。你什么时候成圣人的？你不是连斗笠都没有吗？这个就说来话长。那日我上山踏青，无意间被吸入一个古老的传送阵，在修真界待了近1000年，没想到地球只过去了1天。我就说，你怎么能发明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呢？爸妈，我现在要去找你们的儿媳妇，还会拦我吗？快去，然后要当电灯泡啊！爸，这是我妈，你收敛点。放心吧，儿子，他懂变声期啊！好，我用千里眼看看他们到哪儿了。我去，速度这么快，已经入住酒店了。哎呦，爸妈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恩爱，千万不能再吵架了。爸妈，好的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时空穿越了。小姨，那个臭乡巴佬还扬言说要来上京找咱们呢，咱们这都在酒店里泡这么早了，我也没看着他，真是搞笑死！哎呀，人家都发明长生不老药了，你怎么还叫人乡巴佬啊？说不定他早就到了，只是还没找到我们而已。小姨，你可不对劲儿啊！你怎么这么护着那个乡巴佬？他要是早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把咱俩这洗澡水一缸我都给喝了。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早就到了。刚才我听到有人说，如果我比某人先到的话，某人就把这水给喝完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现在只能强行糊弄过去了。我不可能说我是时空穿越，误算了坐标，穿到浴室里了吧？那到时候就真成色狼了。放屁！你怎么可能早就到了？刚才我一泡半天了，正在练憋气的时候，突然2双狱卒进来了，我就出来了。泡澡？你穿着衣服泡澡？啊。顺便把衣服给洗了。好好好。小姨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分明就是趁我们不注意偷偷跑进来的。正好我现在也是修真元婴期了，我现在就拿你这个混蛋来练练手。可是我可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再动我就把你眼珠子给你挖出来。哎呀，好了，别激动了，一会儿月经掉了，某人就真的大饱眼福了。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！都是一家人，泡泡呗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我跟你说，你赶紧给我滚啊！别把我们洗澡水给我们弄脏了。你还嫌我？我还没嫌你那大姨妈呢。哎，好，那个什么，要不你先出去吧，你在这儿，我们俩其实还是小姨会走。小姨，别忘了提醒某人把水喝完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表，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暴脾气啊？小姨，我现在可是修真元婴期，还不能拽一点吗？我竟然被那个混蛋给欺负了。还好我花了大价钱买通了老子，这才逃了出来。这老岳这个篡位之力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6翼黑煞狐狸高强，你现在还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也只能去找九玄门少主了，只有他才能帮我重回店主之位。对，九玄门少主肯定会管的。走。这主管怎么还没来？这人去哪儿了？那个臭乡巴佬色狼，最好别出现，不然我要他好看。小姨，我肚子饿了，咱们赶紧去尝尝上京的美食吧。走。你是雨瑶？玉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铂金云田大酒店是我们紫星阁旗下的产业，九玄门少主邀你们参加封神宴，知道你们今日会入住上京最好的酒店，特意让阁主在这儿等你们呢。
原来如此，原来这里是你的地盘。雨瑶，这位是小姨，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王雨洁。雨洁，是不是想一起哄？你好。雨洁，没想到你的身份竟然如此不凡，竟然是上京4大家族紫星阁阁主。那既然来到你地盘了，你可得请我吃好吃的。哎，既然到我这儿了，我肯定给你安排着呢。那太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玉洁，你和九玄门少主是什么关系？九玄门少主是我大哥呀。你说什么？九玄门的神尊是你大哥？对呀，叶逍遥吗？是这样啊，在我们上京4大家族里面，排名第1的就是他们北部昆仑的九玄门，而我们紫星阁排名第2。很多年前我们就结拜了，是我大哥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先落座，边吃边聊。好。阁主大人好，请问这3位用餐吗？是的。不，4位，还有我。这位是？我是雨瑶的未婚夫。畜生，你有未婚夫？你不是我大哥的天命之女吗？玉洁，你别听他的，那些都是父辈们定下的婚约。我这次带他来，是为了让他当着神尊大人的面主动退婚。对呀，也是。既然得到了神的示爱，这蝼蚁是该主动退出。对了，雨瑶，你什么段位了？我现在修真元婴期。看来我大哥也给了你一枚仙丹。听你这个意思是你也吃了仙丹？老实交代，你现在什么段位了？在家不才啊，修真大成期。你这也太低调了吧！我现在才修真元婴期，而你领先了我4个等级。别忘了，我之前就是法之力7段，你才斗之力3段，这也很正常。法之力，我之前怎么没听过呀？在大夏，大部分人都修斗之力，少部分人呢，他修法之力。尤其是这紫星阁，他们都在修魔法，你可以叫他们为魔法师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位小姐，我想请问你意中人吗？还没有呢。单身啊，太好，我也是单身。这样，同为单身的人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吧。这是魔法吗？这也配叫魔法？你什么段位？段位？你是说王者荣耀还是英雄联盟啊？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刚才在说什么？玉洁，你别生气。他一个连斗之力都没有的人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原来如此，也是跟一个没有一丝斗力的人较真儿，我还真是有所隔绝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我把这只象征着纯洁和希望的鸽子送你。这纯洁呢，代表你是一个纯洁的姑娘，希望证明我们2个人有发展的希望。玉洁，你这也太浪漫了，你这样我小姨她会受不了的。这就浪漫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浪漫。小姨，送你的礼物。这不是阁主魔法变出来的吗？那怎么经过你的手就成你的了？就是，你这样送上被敲晕的鸽子吗？楚凡，你要再这么无理取闹，你就赶紧从这里离开。好了，楚凡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你这样会把鸽子闷死的。飞翔啊，飞在天空，飞翔啊！不是要画一枪，而是让他尝尽这世间的美味。小姨，尝尝我给专门做的烤乳鸽。这可是白鸽，不是肉鸽，不能吃的。啊，这样吧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再来。咦，打开看看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好像个魔术师，这是变戏法吧？感觉好神奇，这太酷了吧！看起来我更受2位美女的青睐，所以好妞好你一点唱言法而已。
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爱与魔法的融合。哇，好漂亮！玉姐，这就是法之力特有的魔法吗？这算什么？好戏还在后面。哇，紫色爱心！小姨，你不是最喜欢紫色吗？小子，现在还拿什么走？哼，这也配叫魔法？一个连斗之力都没有的人，你也配妄议魔法？别呀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比我更懂魔法。那你就露一手你所愿。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，在我别糊弄，我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啊，阁主大人，您别生气，他呀就是心直口快，他哪会什么魔法呀？他刚才说的话很刺耳的。来，你今天就让我见识见识，什么才配叫魔法。好。既然你想看，那我就表演给你看。先鼓掌，后欣赏。鼓掌啊！你们不鼓掌，我怎么表演？好，我给你鼓掌，但是你记住，好好演，没走。好，表演开始了啊！哎，右脚不见啦！在耍我吗？这3岁小孩都会，你跟我们说这是魔法？楚凡，你别在这里搞笑了。别急呀，还有呢。左脚也不见啦。动我！两只脚都不见啦。人呢？这就是魔法，这哪里是魔法？这是见鬼了！好端端的一个人，竟然凭空消失了。你玩真的雨啊？你我什么我怎么站得好好的，你上来就亲了我一口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哎，好了好了，雨瑶，这可是公共场合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什么时候上的去？完全不知道啊！刚才不是明明看他在这里凭空消失的吗？对呀，楚凡，刚才简直太 amazing 了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快告诉我！雨瑶，你也很想知道吧？人家都问你了，你就说说呗。我对魔法界的事情只是略知一二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，不如就问问这位大师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。啊，对对对，阁主大人，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肯定知道。你快给我们科普一下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玉姐，你快说说呗。他那脑子才疏学浅，他懂什么呀？经过扣高帽子，让我骑虎难下，这怎么变得我都一头雾水？我怎么知道？其实啊，这个原理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很复杂。这是什么酒？倒是说呀。你们不远千里来到上京，肚子肯定饿了。我们先吃东西。那也行，那先吃饭。哎，这家伙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种移形换位的魔法，我们紫星阁都没接触过，该不会是个高人？但是看他那傻了吧唧的样子，完全和高人不沾边儿啊！算了，还是换一条自己擅长的赛道，再来报自称。雨瑶，你已经到修真元婴期了，会不会元婴期的什么功法呀？说到这里，玉姐，这一切就来得太快了，我现在还是懵的呢。那怎么行？明天封神宴来的都是一些名门望族，你什么也不会，是要丢人。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教你几招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也太好了，那就拜托你这个师傅了。楚凡，一会儿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呗。哎呀，我这个连斗力都没有的人，你们修真界的事情我更是看不懂，还是不去了。别呀，你去呗，你顺便讲讲刚才大变活人究竟怎么回事儿。对啊，一起去吧，这样我们这些修真人士释放出来一些真气，你这个凡人吸了也能强身健体，多吸点。哎，我说这紫星阁阁主都邀请你了，你就一块去见识见识呗。哎，
那好吧。众所周知，人一旦成为修士，不仅会获得永生的能力，在面对凡夫俗子的时候，身体几乎可以做到金刚不坏。只要用真气护住自己的肉身，像你们金丹元婴期的修士，也仅仅只能做到金刚不坏。一旦到大成期，就不是这样，身体还会获得反噬的威力。哎，小子，帮我做个实验。什么实验？用这根木棒打我，看好了，在面对这种凡夫俗子偷袭进攻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会将它反噬弹开。那你这样会不会伤到他？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只是将它弹开而已，主要是教你怎么运功护住自己。来吧，准备好，开始了啊！你给我等着，看我把你小子给震成内出血！哎呀！你是不是想死啊？不是，你让我打我才打的，而且我是听你说完开始之后才打的。我说开始，没说开始让你打，没看我这运功了。对不起，等一下你说好了我再打。好了。玉洁，你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已经修真大成期了吗？他一个连动力都没有的人，怎么会把你给打跳起来啊？可能是我提升的太快了，没有用对功法。我应该用全部的真气来护住自己，刚才我只用了一点儿，没事啊。再来，哎，好，再来啊。大成期的修真者，好强的真气，不强的真气，怎么办？你小心点啊！堂堂国君，怎么会伤我这一介凡夫俗子呢？有。干嘛？这么强啊！无是多梦，多么寂寞。停！这么小处罚！住手！不许打了！玉洁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怎么可能有事？他装的，故意逗咱们开心。你想想，大成期的修真者，怎么可能被我这一介凡夫俗子所伤呢？是不是啊，阁主大人？你开个玩笑，不用。不过阁主大人，你刚才不是说会有反噬效果吗？他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人家是堂堂的大成期修士，怎么可能伤我这一介凡夫俗子？也对，玉洁要是真出手的话，我估计这某人呢，连渣都不剩了。玉洁师傅，接下来教点什么？接下来我有点内急，我先去方便一下，就这点东西，你们先好好想想啊。好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大成期的修为，全身护体真气被他一棍子就打死。杀了这小子，今天誓不为人。玉洁师傅，接下来你要教我点什么？报告阁主，朔州荣殿夫人与龙殿咒前来，有要事相告。拜见紫星阁阁主。有人过来，有何事要告知？禀告阁主，我殿龙殿殿主意外身亡，6翼黑煞谋反篡位，九玄门少主派4大护法将其抓住，因闭关修炼，让我过来找你，将这群人听候发落。在九玄门统领的大夏有谋反篡位之事，这是为了重新报复。人呢？将这群叛逆之徒带上来。哟，还真巧啊，这不是赵家小姐吗？你怎么不在？雨瑶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更是我大哥九玄门少主天命之女，她在我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恭喜赵小姐一步登天，攀龙附凤。若之前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赵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赵
不说咱给高人斩他们，高人怎么还能出手？今日我们要死在这了。都怪我当初太过操之过急了，连先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这里就是咱们的葬身之地了。啊去！哎呀，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？一直打。看来咱们今天死不了了。楚凡，你马上大难临头了，你怎么还无所事事的样子？趁他们没发现，赶紧跑！为什么要跑？你傻呀？你没看到龙殿的人都来了？你之前跟他们结下那么大仇怨，他们现在找到靠山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快跑，快跑！哟，还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啊！还正准备找你去。咱们还真是有缘呢，这不，今天一家人就相聚了。听你话里的语气，跟这小子有什么恩怨啊？岂止是恩怨，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。阁主大人有所不知，此人害死我爹不是，还让我当众下跪。他害死了龙殿殿主，还当众羞辱于你。是，太好，这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将我的命令。岂有此理！当九玄门掌控大夏，由我们四大家族分别掌管各州的龙头门派。你羞辱龙殿，就是羞辱九玄门，就是羞辱我们四大家族。放心，明日我肯定给你一个说法。玉洁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明明就是他们龙殿的人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取豪夺，杀人灭口。他们虽然你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更是我大哥的天命之女，但是我在谈正事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插嘴。我也不会偏袒谁，我只会公事公办。就算是要公事公办，那也要分清谁对谁错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这6亿黑煞谋反篡位究竟谁对谁错呀？你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既然说不出来，就别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那会对你天命之女的身份有所影响。你们好大的狗胆！明知道九玄门和四大家族日后会清算此事，还敢行此谋反之举？说，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其他家族的高人在指点你？不然以你们的实力，算没有这个胆量。还是阁主大人深谋远虑，今日势必将这些狗贼连根拔起，一个都别讲。没错，是有高人支持我们这么做。龙殿为害一方，欺压百姓，早就应该江山易主了。好一个江山易主！但是你记住，在大夏，江山易主这样的话，只有我大哥叶逍遥能说。说，那个人究竟是谁？对，快说！我立刻将这反贼缉拿，当众斩首。不必劳驾，因为高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行啊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那护着。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蛋！你们是真不识真神吗？你背后的高人会是他？是他怂恿你叛变的？说冷笑的，就你这智商还叛变呢？我亏你给我爹当了这么多年贴身侍卫，还能长点脑子。我还以为是何方高人能让你铤而走险，这结局真让我对你6亿黑煞的脑子刮目相看。你们啊，肯定是被他的戏法给骗了。我承认，他是会变一些戏，但是要搞事情，靠真实力。来人，让他给我拿下！对了，以大夏的法律，谋反要施加刑罚嘞。禀告阁主大人，谋反篡位，凌迟。是凌迟。既然刽子手不在，那就由我亲自执行，也算你九成。咣！阁主大人，能不能让我割几刀啊？此人对我龙殿造成的罪孽深重，我不割他几刀，难解我心头之恨不说，更难告诫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啊！别着急呀，等我先剃完他2条腿，我再给你留2只手。来日方长，我又不可能一刀剐了他。哎，是，那阁主大人先请，我就在后面欣赏阁主大人的风采。来，玉洁，楚凡他只不过是一个一点斗笠都没有的大学生，他没有谋反的意义啊。
九玄门少主都即将成神了，他一介凡人，就算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谋反啊！还请二位让开，不要影响我执行公务，不然的话，不要怪我将你们2位驱逐。阁主，你就饶了他吧！完了你们！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赤焰金术，顿格幻境。你不是要把我凌迟吗？我亲自走上，上。还想用戏法来糊弄我是吗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想要跟我斗，这是真本事。我先用最原始的方法，爆我血。喂，是你教我的，用真气护住全身，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还能将洗衣机里的喽啰震。修真大成期后期修饰，居然说我是柔弱。嘿，圣女之拳！大成期后期修饰，全力一拳，竟然伤不了你半分毫毛。怎么样？我这些虚头巴脑的把戏还行吧？你究竟是谁？想知道为什么就告诉你。紫星阁阁主会给你跪下。大哥是叶逍遥，即将成为神的男人，你还打我？我，哼，还好，不然我就亲手把你给杀了。杀了我，就怕我大哥找你麻烦了。大哥是神，神？我杀的神有多少，我自己都记不清，不再是紫星阁阁主。看你跪得快，就饶你。废你丹田，毁你修为，你这种人不配修仙。要想活命，接下来知道该怎么做。不知道。大人，哎，你们怎么看的人都跑出来了，都给我招回去！住手！没事吧？阁主大人，刚才不是说要凌迟吗？现在怎么又叫住手啊？阁主大人，您是不是下不去手啊？没关系，我来。教主，这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？这还用猜？肯定是仙人已经出手了。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他施法呀！能让你看到的话，还配叫仙人吗？阁主大人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共同敌人不是他吗？就是阁主大人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你看清楚，我们是龙殿的人。你们还有脸自称是龙殿？龙殿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贪赃枉法的笨人来掌控。我承认，新任龙殿殿主身份，合理合规。阁主大人，是不是犯糊涂了？他们是谋反篡权，我儿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是在质疑本阁主说的话吗？恭喜新任龙殿殿主上位，希望你以后好好掌管兽州一方。其他人，我撤。哎，阁主大人，你不能徇私枉法呀！我才是龙殿殿主啊！看，没事。看紫星阁阁主走路那姿势，应该被仙人折磨得不轻吧？教主，那他们怎么处置？看仙人的决定，看他愿意杀还是留。九玄门少主亲自交代的事情，你都敢不作为，我一定会去禀告少主，让他狠狠治你的罪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九玄门少主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好啊，你们现在就去找九玄门少主，我看他怎么替你们俩人伸张正义。楚凡，给我等着！怎么？看来仙人还是想和他俩玩玩。行了，我们也暂且告退吧。
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可能是你那个同学良心发现，觉得这么做不对，便站在了正义的。那刚才那帮人为何突然向你鞠躬？应该是心存感激，毕竟没有我，他也当不上这个龙店店主。为什么这些人都想要弄死你？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帅，影响了他们的颜值。搞笑吧你！我看是因为你口无遮拦。明日的封神宴，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免得又惹祸。我看也是，明天你就别去了。这惹怒了人可以，若是惹怒了神，可是要引发众怒的。行了，不早了，回睡觉了。哎，等等哎，厨房那小子怎么没看着啊？这该不会是睡过头了吧？对呀，这一早上都没见他。我猜那家伙应该是被我昨天说的话给吓到了。这惹怒了人可以，这要是惹怒了神，一定会引发众怒的。不过他不敢来也好，是他来了，再出什么乱子？司徒世家到！我天，这不愧是九玄门的封神宴啊！连司徒家这个隐秘大厦屹立千年的神秘家族也来了。君侯店主到！什么？连大夏开国第一的女将军也来了？我建功店主平日里只是听人说过，这应该是第一次碰面吧？哎呀，恭贺朔州赵家主成为大夏国丈啊！以后还请多多提携我司徒世家呀！恭贺赵小姐成为神尊夫人，金鸿殿愿誓死效忠神尊夫人。快请起！哎，以后咱们大家互相帮助，互相帮助。谢谢你们。好。平日里咱们杨氏的家族都得等俯首称臣，这几十天还真有些难以招架啊。对呀，爸，我现在好紧张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怎么办呀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通龙今天大夏之神，九玄门神都到。跪！跪！参见九玄门神尊，祝神尊大人与日月同天，与山河同岁。走了，都起来吧。谢过神尊大人。怎么办？我终于见到我小时候的偶像了，我可算圆梦了。不得不说，还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呢。真的吗？你帮我看看，是不是比那个满嘴跑火车还爱占人小便宜的乡巴佬好多了？快看看。本尊的天命之女到场了吗？神尊大人叫你快去呀！我愿意，快去。小女见过神尊大人。本尊的天命之女与本尊并驾齐驱，同小学，不必跪拜。不用紧张，你不愿看看你未来的夫君吗？不愧为本尊的天命之女，真是风华绝代，盛世容颜呐！朔州赵家赵乔魏文波不烦恼。朔州赵家赵宇阳魏文波不烦恼。啊！仙女散花。这家伙是谁？竟这么大的派头！这书上封事，完全把九玄门神尊的风头都给盖住了。这家伙到底要搞什么？朔州赵家赵小姐未婚夫，她不是神尊的天命之女吗？怎么会有未婚夫？一个三流世家的未婚夫也敢自报私后，好大的胆子！他今日到场，还嚣张至极，不是找死吗？楚凡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我不是说让你别来吗？你还敢来？你竟然还敢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女人左拥右抱，找死！落！你跟这些女的到底什么关系？行了，
你俩走吧。没看有人已经吃醋了。好了，快听话。凡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跟别的女人玩的是哪一出？赵小姐，咱们之间有点什么误会吧？你的偶像真命天子在那儿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你抛弃了的未婚夫罢了。婚约未解除之前，你就还是我赵雨瑶的未婚夫。我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。没事，今天就解除。对，今天就解除。小野，你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这心里有点难受了。尤其是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左拥右抱的时候，我这心就跟被针扎似的。你该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放屁！我怎么会喜欢那个混蛋乡巴佬？你骗得了你的嘴，骗不了你的心。每当他有危险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你挺身而出？这不是爱是什么？这么说来，小姨你不也是这样的？赵小姐，这位是回禀神尊大人，这位是我家里人给我定下的未婚夫。那你既然要成为本尊的天命使女，这未婚夫，您放心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您的面把这婚给退了。你不一直嚷嚷着要跟我退婚吗？今日我就满足你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了字，从今以后你我便再无瓜葛，你便是高高在上的神尊夫人。傻丫头，快签呀，不可违背神的爱意。对，你签了，神尊大人才会由仙成神，才会造福我大夏万物。你可不能成为千古罪人啊！你可得想清楚，若是冒犯了神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快签了他！签了他！快签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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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尊大人，这婚书我不能签。我确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崇拜你，但我现在明白，崇拜不是爱。我怕我当不了神尊夫人。就连面对这些门阀世家跟我打招呼，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应对。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、脾气暴躁的小女孩，我怕我伺候不了。但是他，我怎么了？无论我怎么骂他，甚至是打他，他都不会跟我生气。他每天就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，讨好我。在他这里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我自己，我可以犯我的公主病。神尊大人，您是高高在上的神，您应该不会缺爱情吧？您应该也不会为难小女吧？该死的女人，还在这吐露真心秀前爱！立马将眼前这个女人给我拿下，让眼前这个家伙吃吃苦头。龙殿夫人，请到。哎，好啊，果然吉人自有天相，我都懒得找你了。赶紧汇报正事。啊！禀告神尊，此人害死了我爹龙殿殿主，并串联6亿黑煞，谋权篡位啊！神尊让我们去找紫星阁阁主，但是阁主不作为，还承认了造反者的身份，请神尊务必给我们娘俩做主啊！这下好了，如果因为一个女人对此大动干戈的话，不影响本尊的身份。但是现在，本尊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这个家伙。此在神尊面前嚣张跋扈、走过场也就算了，居然还串联谋反，理应诛灭主族。对，不然难以立神尊之威和大夏之稳。你俩算个什么东西？楚帆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本来神尊大人会成全我们两个，你为什么要骂这些门阀世家？既然你选择了我，那我就让你看你选择的男人到底多厉害。
当着神尊大人的面，竟敢摸神尊夫人的手，看我拿你的狗命来！我又没摸你老婆的手，你激动什么？各位，都别被他给骗了。他手里这把枪是标准枪，上次我就被这家伙给糊弄，没想到这一次还玩这一出。标准枪，拿命来吧！不至于吧？再说都一把年纪了，留着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。好大的胆，竟敢在本尊的封神宴上闹事，受死吧！你疯了你楚凡，他可是神尊。这家伙看来真是疯了，会以为一把手枪就能打死神吧？楚凡，快点！你现在可以比神尊大人更强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跟你有半条命。快点啊！这种人也配让我跟你像？亲爱的，拿着，认识这么久了，还从来没送过你玫瑰花呢。把老子最喜欢的手枪给我融化！这个呢？这你从哪儿掏出来的？他居然也是为得道仙人，神仙大战，让人作妖，大家快躲远点！就说为何这家伙一直压着我呢？原来竟然是个仙人！你竟然真的被吓死了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只能请求神君赶紧解决这家伙，不然到时候我都得死。现在看来，九玄门神尊的法力更高强一些。你不会以为凭这些小儿科比的？你不会以为这颗炸弹是靠爆的？亲爱的，看到你口中所谓的什么偶像，还不是被我电了个傻逼？恭喜你，成功将我激怒了！恭喜你，成功将我激怒了！天圣剑，哎，你这么喜欢虚张声势啊？你的法术呢？在你头上。他妈你玩阴的！哇，祝福了！我感觉我五官六腑都被震碎了。我知道，哪怕你得道成仙，我的锻炼和你相差甚远。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所言之成事，却不是针对克制人，这就叫弱点相对。你听到了没？你口中的所谓偶像，就算得道成仙，与我的距离也是相差10万8千里。还好你全了，不然你的生命中有点少一个多么牛逼的男人。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只想要你活着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来不及了，太针对我了。如果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，可能还能有挽救的余地。真的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在粉丝面前泡妞，那我就让你牡丹花下死！风流，是屈子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如此轻松的就挡住了，这不是专门针对你的功法吗？就凭你那点小伎俩还想打败我？为了给你点面子，装的。亲爱的，去远一点，叫你爱豆。松手！求我，求你这是松手！跪下求我！我跪，我不跪。跪下求我！我跪，我跪。完了，神尊都给他跪下了，怎么办？爸，要不咱们快点跑吧，不然就……不愧为真正的神，竟然可以随意操控万物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幕后主使是九天圣女。不是九天圣女，不是我。还跟我说不是？九天神剑
九天圣拳都是九天圣女的独家绝学，跟我说不是。白若雪，再不去，就要把你的棋子给踩碎了。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你一路尾随我到地球，还干出这么多阴险之事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凡尘女子到底哪里好，不惜拒绝我九天圣女的示爱？怎么样？我之前跟你们说我拒绝过九天圣女，现在你们信了？所以以后对我好一点，少跟我发脾气，最好多生点孩子。够了，楚凡！我到底哪不如他？第一，你有个弟弟，不学无术，整天逼着我给他修炼丹药跟法宝，只想走捷径。而且你又是个伏地魔，你觉得你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作为姐夫，理所当然的要对他好。神仙玩胡子的和伏地魔呀？神仙也有七情六欲的。第二，你们九天圣域的人都是些尖酸刻薄之辈，觉得我无父无母，是个散修，没有显赫的家世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你们那里没办法装逼。你们九天圣域都是些什么高手啊、神仙啊？哎，你看我在地球装的就很开心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些才选择逃离的？可以这么。你认为违背我九天圣女的意愿，就给你好果子吃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？我之前屡战屡败是让女人是用来爱的，而不是用来打的。而且我不喜欢你这种比较强势的性格，所以咱们分手吧。以后别再打扰我们的幸福爱情生活了。不信，致命一击！好，我承认，的确是我输了。你为了他，竟然连命都不要，就此别过，楚凡。怎么？走了，你没事啊？我跟你说，打不过我，我是装的，不然指不定要纠缠到什么时候。你这个混蛋，我刚刚我都吓死了。刚才你俩想跑是吗？我之前说你是蝼蚁，生气，现在生气吧？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！太上真神，大发慈悲，不要杀我们呀！就是，是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你不要杀我们呐！杀你们倒不至于，你们不是一直想见玄殿少主？那好，我就把你们3个一起关进地牢。万万不可！你看，我掌控的大夏一直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这种俗活还是继续由我来胜任吧。你管这叫国泰民安？那我就废了你的丹田，把你们一起关进。楚凡，那九玄卫少主现在被废，他的位置该让谁来接管？当然是我的岳丈大人赵国海了，由他接管，我更是放心。哎，爹，你干嘛呀？当然是履行诺言了，把你扛到府下去，跟我行婿成婚。不用了，岳父，我自己的媳妇儿，我自己来。